太极拳到底有没有捷径？我们练习太极拳都想简单，能够越简单越好，但是简单不一定能够达到目的。尤其是对于我们太极拳来说，太极拳它是一门武术，武术呢首先是要上身的，它并不是单纯的理论。如果太极拳的功夫只是停留在理论上的话，那就简单了我们背背课文像我们学习理论知识一样学习语文，背一下课文，背一背语法就能达到目的。但是太极拳呢，它的本质是功夫。为什么叫拳呢？为什么不叫操呢？原因就是它是功夫，是武术。我们的功夫是要体现在身上。如果你这个太极拳仅仅练理论底蕴，就想感受一下太极拳的文化底蕴。也有一部分老师是抱着这个思路去练太极拳，从理论上去获得一些感受但是真正的太极拳它是可以防身自卫这样一门武术。我们练太极拳大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都是奔着功夫之门技艺来的。所以太极拳你要练功夫，那么你就必须要通过实践，通过去跟人交流像现在的搏击一样，去跟人去实打实的要试一下，去磨练一下。所以太极拳呢，它是一门实践的一门学问，它不单单的停留在我们的这个理论领域，还有我们根据理论去把它呢练到身上去。从这方面来说，这个捷径有没有呢？它这个捷径要比我们的传统的外家拳要更加的感觉的呢难一些。它不可能像外家拳那样简单的去打打杀带简单的去到擂台上去打一场比赛，获得一些经验而太极拳它是要把跟我们相反的思想去改造过来。这个改造过程呢就是一门学问，改造的过程呢也不是简简单单通过一个想法去达到的，它是要把我们人类的这个先天的这种大自然在生下来就有的这种固有的观念呢，给它改造成一种呢符合太极阴阳的这种理论的这种思想。这种思想要怎样去改造呢？首先你要想把事情一分为二，不要简单的朝着一个路子去走。我们外家拳就是一个简单的直接的一个近距离的就想直线的就想去把人 KO 的这样一个武术一个技能。那么太极拳呢，它就练的是我想通过这个曲线的绕一个道把人呢绕进去，它是这样一门武术，而并不是呢简单的一拳打过去呢就把人 KO 的那种武术。这种武术呢真正能够实现以弱胜强。为什么呢？因为大自然的阴阳两方面呢没有随强随弱的说，阴能克阳，阳也能克阴。也就是说呢，在我们的武术里面，刚和柔它都是功夫的体现，柔到了极致，刚到了极致，都是能够达到我们防身自卫的目的。那么先天的那些身体体格壮的人呢，他在刚这怎么样就有先天的优势。我们先天的身体弱的人呢，你要达到他们这个跟他们抗衡的这个目标呢，那么你后天呢要付出的努力呢可能很大，甚至呢非常大，你也不可能达到人家的那个先天给予他的这个条件。所以我们弱的人干什么呢？就要走反方向我不去跟你对抗你的先天的那个优势，我跟你对抗你先天的没有的东西，甚至我要把你没有的呢练得炉火纯青，练得比你还要厉害。所以太极拳它走的是这个路子，它不讲究去给你用刚的力量去对付你，它走的是通过曲线曲线救国来绕你，粘连粘随来缠住你。我们知道人在这个地上两条腿的这个稳定性是不固定的这个山巅才能固定，但是两条腿它需要你的小脑去控制。那么这就是我们太极要练的一个东西，练出来呢保持我们自己的重心，同时呢通过我们对于对手的施加的影响去控制它。所以我们练太极拳呢就是要一点一点呢朝着这个去
琢磨对手，是怎样把对手呢控制住的这个思路去练我们只有呢把太极拳的这个它的理论指导思想，只有呢去给它领会透了，然后朝着这个路子去走。这理论呢本身呢就让人呢摸不着头脑它是一个反向的思维过程。很多人练太极拳，他首先这一方面他就不去想他光知道找个老师去跟着去练，他不知道自己要练的东西呢其实是一种呢反向的东西。特别是有些人呢，他又不去干什么，不去推手，不去交流，这样呢他只是打个太极拳的这个套路呢，永远就是一个可以达到强身健体效果的，但是他达不到练功夫的目的。那么说到这儿呢，你要找捷径呢，首先你要从理论上着手去把它搞明白。我们太极拳的方向是什么？太极拳的练习的要领有哪些？为什么要产生这些要领？我们把要领记到心里去。你只有有了目标，你才能真正的朝着目标的方向去走，才能逐渐的接近目标。捷径就是首先要明确你的目标。你的拳架打熟了，拳架是练周身的节节贯穿，在各种姿态，一套拳下来有很多的姿态，在各种的姿态下面呢，你都能保持你的这个节节贯穿，而且呢保持你的稳定性。同时呢，在各个姿态下呢，你都要能松下来。松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活，为了让别人呢不能把你呢一下子憋住逼住。那么你只有活了，别人才不可能控制住你这是我们练习太极拳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理念。所以打拳架是练我们自己周身的这种协调、节节贯穿的这种能够松下来的这种状态。接着我们就要去找我们的伙伴，找懂劲的老师，去跟人家推，看看人家怎样能够控制你，怎样能够呢把你的重心抓住，怎样呢能够把你的根。真正的好老师他是懂得为劲儿的没有功夫在身上的老师一打手他就是空白的。所以说打手见功夫呢，它是有道理的一伸手呢打上手呢，它就会让你呢很不自在，你跑不了。很多朋友说为什么要给你打手这个为什么要打手呢？我们的传统的这个搏击它也要打手，对不对并不是你想不打手，那么你就不打手，人家两只手已经到了你的身上去，你不打手是不行的。你会跑，人家也会跟你太极拳练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跟进去，能够退回来。跟呢能够呢让你呢跑不掉，往后退呢让你撵不着虽然只是并不一定就是那种跑的动作，可能就是微小的一进一退呢都会有一种呢深邃的那种东西在里面。所以练好了拳架，接着下来就是要找推手的老师、推手的伙伴，朝夕不断的去研磨要找那个能够练出功夫来的那种推手。大家不要局限于两个人在这儿这个你来我你给我一下，我给你一下的那种呢简单的推搡的那种要按照规矩来推出圈来是有圈的。我们太极拳的每一个动作都是画圈，我们跟人推手呢就是画圈走圈，只有走出这个圈来，才能让对方呢他这个劲儿呢跟不上你。普通的人推手只会前后，但是你懂了太极拳的原理以后，你就知道是走圈走弧线。所以太极拳上身的过程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简简单单的我头脑一发热你就细一想原理是这样通过想你就能把功夫想到身上去这要通过反复复的理论和这实践的它两个的碰撞，慢慢的呢改造你的这个身体，改造你的思想。所以说练意不练力大家不要想着去练那个我想干什么就想去干什么的那个力，练到他一想到就能达到的那个力，而是呢要把你的意呢改造成一种呢首先是不丢不顶，然后呢能够时时处处去粘黏住对方的那种思想，是走化走圈。这个意是走是怎样去把对方走化开，然后呢粘连黏随把对方控制住。因为我们的捷径是什么？就是要理解透了这个太极的理论指导，然后呢一步一步从拳架入手，拳架练熟了呢再去推手，一定不要缺了推手。
没有推手，你永远练不好太极功夫。